哎，您说巧不巧，昨天我老伴打扫储藏室，从一个旧铁皮饼干盒里翻出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头是几枚黑乎乎的老硬币。他念叨着这能值几个钱，差点就当废铁处理了，被我赶紧拦下了。结果您猜怎么着？里头还真有一枚宝贝。今天啊，我就把这事儿好好跟各位聊聊。您家里那个不起眼的抽屉角落、老衣柜夹层，或者爷爷奶奶留下的旧匣子里，没准儿就静静躺着这几年身价悄悄翻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的小玩意。别人急着拿去超市找零，您可千万别着急，耐心听完我下面说的，把家里那些犄角旮旯翻个底朝天。只要找到我说的那3个年份的硬币，您可能真就捡着个大漏了。特别是其中一枚，要是品相好，现在的行情能吓得您一愣。我是会点生活的张天明，咱们频道啊，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就爱给咱中老朋友分享实实在在能用得上的生活智慧和小窍门，专挖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含金量。如果您还没关注，现在不妨点个订阅，再按个赞，这样下次有啥实用的好门道，赚钱的小提示，您就能的一时间收到，绝不会错过。好了，咱们闲话少叙，直接进入正题。很多人觉得硬币嘛，不就是零钱吗？坐个公交，买个早点，都理叮当响的那些，面值最大也就1块5毛，还能金贵到哪去？但是老张，我今天得告诉您，在钱币收藏这个行当里，面额那完全是给外行人看的标签，真正的内行人眼睛盯的是年份，是版别，是品相，有些1块钱、5毛钱。它承载的历史和稀缺性，早就让它的身价远远抛开了面值，高到超乎您的想象。前阵子我去拜访一位玩钱币玩了快40年的老藏家，在他那满屋的藏品里，他拿起一枚其貌不扬、边角都有些磨损的硬币，对我感叹：这东西啊，当年家家户户可能都有，随手丢在罐子里，没人在意。可现在呢，你想找一枚品相完整的南楼，稍微像样点的，市场价都得好几千。我当时一听，心里也是一惊。回家后赶紧把家里的老书柜、旧皮箱，甚至缝纫机抽屉都翻了一遍。今天我就把从那位老行家那儿取来的真经，毫无保留的掰开揉碎了告诉大家。您最好拿个本子记一下关键点，或者干脆把这段内容收藏起来，反复看2遍。咱们要寻找的第1号宝藏是民国38年的五角硬币，这是一枚标注为民国38年的五角硬币，对应公元1949年，面额相当于5角钱。但是这枚五角跟您现在去菜市场、便利店用的那种金灿灿的五角硬币完全是两码事。现在的五角是铜材质或者钢芯镀铜的，颜色偏黄，拿在手里感觉轻飘飘的。而民国38年这一枚，它是银白色的。为什么说它是隐藏的宝藏呢？核心原因就在于它的材质。当年国民政府迁台初期，为了稳定经济秩序，推行币制改革，发行了新台币。这一批五角硬币是实打实地含有 72% 的银。您想啊，银子本身就是贵金属，具有内在的保值属性，所以如果您家里真有这么一枚，把它放在手心里掂量一下，会明显感觉到一种沉甸甸的压手感。这就是真材实料和现代合金币的区别。除了掂重量，还有个简单易行的小方法可以辅助判断，就是听声音。您可以拿着这枚硬币，用指甲轻轻弹一下边缘，或者拿2枚互相轻轻碰撞，含银的硬币发出的声音非常清脆悠扬，带着一种真的金属回响。余音能持续一小会儿，而普通的铜币或镍币声音相对就沉闷短促得多，一听就能分辨出差异。这枚硬币的设计也很有时代特色，正面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头像，背面是台湾地图加上一幅耕牛图，充满了古朴的乡土气息和历史感。它值钱的道理，除了本身含银，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存世量非常稀少。您想想，那个年代大家生活普遍艰苦，手头有点钱都赶紧拿去换米换油了，谁会有意识的把一枚5毛钱硬币存起来呢？这就导致能够完好保存到今天的，更是凤毛麟角了。物以稀为贵，是收藏界永恒的铁律。那么它到底值多少钱呢？根据现在的市场行情，如果是一枚经过流通，看起来比较旧，品相普通的民国38年五角，钱币商收购价大概在几百块新台币。但如果是那种根本没有流通过，还保持着出厂状态的，那就是另一个价位了。在收藏圈，我们管这种叫原光币，意思是硬币表面还保留着铸币厂模具压印出的原始光泽，像绸缎一样，甚至能看到旋转的光痕。如果您家里的那枚是这种状态，那真要恭喜您了，一枚的价格可能达到2-3千元新台币，甚至更高。您算算，从5毛钱到2-3千，这是翻了多少倍？是不是比单纯把钱存在银行里要惊喜得多？所以啊，看完之后赶紧去问问家里老人，或者翻翻祖辈留下的老物件，
那个旧饼干盒、旧梳妆匣，说不定就藏着这份意外的惊喜。说完了最硬核的，咱们再来看第2号宝藏。这枚硬币大家找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很多人因为它长相不同寻常，反而不敢认，或者不当回事。这是一枚于民国55年发行的1元硬币，通常被称为国父100年诞辰纪念币。您现在钱包里的1块钱，大多是民国70年以后发行的，图案都看习惯了。但这枚民国55年的1块钱设计很特别，它的正面是国父的侧面肖像，背面则清晰地注有国父100年诞辰纪念字样。这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而特别发行的。虽然它不含银，是镍合金材质，但它的纪念意义重大，而且发行至今也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属于老金稀里的老字辈。当年这枚硬币的发行量其实不算特别小，但架不住时间这把杀猪刀。几十年来，很多人不了解它的收藏价值，把它混在普通零钱里花掉了，或者随手不知丢到了哪个角落。如今品相完好，字迹清晰的已经不多见了。这里老张要特别提醒您，收藏这枚硬币，品相是决定价值的关键。如果是磨损非常严重，图案文字都模糊不清的，那它的价值可能就有限，大概也就值个几十块钱。但如果是那种保存的很好，几乎没有流通痕迹，看起来还相当新的，那一枚卖到100元左右是完全有可能的。您别看它涨幅没有银币那么惊人，但想想看，从1块钱变成100块，这也是100倍的增值啊！更重要的是，这种硬币很多朋友家里可能真的就有，只是您从来没留意过它的年份。我建议您以后收到现金找零，或者整理家里散乱零钱的时候，不妨多看一眼，只要看到是民国55年，图案是侧向且背面有纪念字样的，就把它单独挑出来放好，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而且这东西留给晚辈，跟他们讲讲孙中山先生的故事，讲讲几十年前的经济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家族记忆与情感传承，比单纯给钱更有意义。接着来说第3号宝藏，这个就更需要您的细心和一点点运气了。它不像前2种有固定的年份，而是只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意外的硬币，行话叫变体币或错版币。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造币厂压印的时候，因为机器故障、模具磨损或安装错误等问题，生产出了不符合标准的瑕疵品。按理说，这些不合格产品都应该被检出并销毁，但总有漏网之鱼混在正品里流通到了市面上，而这种美丽的错误在藏家眼里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真品。具体有哪些错误值得关注呢？比如您拿起一枚硬币，发现它的图案印歪了，没有在圆形的币面正中，这叫偏打或位移，偏得越离谱越稀奇，价值也越高。或者您发现硬币的边缘多出了一小块，像是金属流出来没切干净，这叫多肉。还有一种更罕见的，叫做逆背。正常情况下，一枚硬币的正面和背面图案，当我们沿着硬币上下垂直的轴心翻转时，方向应该是一致的。但如果您发现把硬币翻过来，背面的图案竟然倒了，或者旋转了90度、180度，和正面完全对不上，这就是逆背。这种概率极低，一旦发现，价格往往非常可观。老张我就听说过，一枚偏打非常严重的1元硬币，在拍卖会上拍出了好几万的高价。所以啊，朋友们，以后数零钱可别光顾着快，每一枚都拿起来正反面、边边角角仔细瞅瞅。要是看到哪枚长得奇形怪状、与众不同，千万别先入为主以为是假币就随手扔了，那搞不好是财神爷给您派发的一份特殊礼物，一定得好好收着。除了上述几种广受关注的币种，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亦有一些发行数量较少或版别较为特殊的硬币，同样具备一定的收藏价值。但对于咱们普通家庭寻宝来说，只要牢牢记住上面这3个方向，就已经能覆盖家里可能藏着的最有价值的硬币品类了。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要问了，天明啊，我要是真找到了这些老硬币，上面黑乎乎的，我是不是应该把它洗得亮晶晶的，像新的一样，这样才好卖价钱呢？这里老张我必须用最严肃的语气告诉您，千万不要这么做。重要的事情说3遍，别清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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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多刚接触收藏的朋友最容易踩的坑，完全是好心办了坏事。在钱币收藏界，硬币表面那层随着时间自然形成的氧化层，我们称之为包浆。这层或深或浅的颜色，是岁月留下的最真实的痕迹，也是这枚硬币身份和年份的身份证。很多资深藏家鉴别真伪，判断价值，非常看重这层天然包浆的色泽和状态。如果您用牙刷沾着牙膏去刷，或者泡在处理，甚至用专业的洗银水去处理，把这层包浆强行洗掉了，
硬币看起来可能是白亮亮的，但那种光泽是生硬的、死板的贼光，我们戏称为洗澡币。这种人为处理过的硬币，在行家眼里价值会一落千丈，原本可能值2000块的，洗完以后200块都没人要了，因为它最重要的历史原貌被破坏了。所以，无论您找到的硬币多脏、多有锈，哪怕上面有绿色的铜锈，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保持原状。您需要做的是去文具店或者上网买一些专用的硬币收藏小圆盒或纸质币夹，把硬币放进去，避免它进一步磕碰和氧化，也隔绝手上的汗液和油污，这就是对它最妥善的保护。既然说到保护，老张我再多啰嗦几句保存的要点。咱们台湾气候潮湿，特别是北部和沿海地区，东西很容易受潮发霉，金属硬币最怕的也是潮湿环境。如果长期放在不通风的抽屉角落，可能会长出难看且具有腐蚀性的锈斑。这种锈一旦侵入壁面，就会永久性损伤硬币的底板，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所以，防潮是关键。家里如果有存放相机镜头的防潮箱，那是最好不过了。把硬币放进去，湿度设定在 45% 到 50% 左右最为适宜。如果没有，也可以找个密封性好的保鲜盒或乐扣盒，里面放上几包食品干燥剂，就是海苔、饼干包装里常有的那种小包，平时可以攒起来，也能起到很好的防潮效果。记得定期检查，干燥剂吸饱水分变色后要及时更换。另外，在拿取硬币的时候，尽量不要直接用手指触碰壁面。我们手上的汗水和油脂一旦沾到硬币上，时间长了就会形成难看的指纹印，再也擦不掉。正确的做法是用手指捏住硬币的边缘及它的厚度部分，或者去药店买一副便宜的白色棉布手套，戴上手套再拿取，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对待这些历经岁月的老物件，多一份细心，就是多一份对价值的守护。好了，硬币找到了，也妥善保存好了。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来了，该去哪里变现呢？总不能真拿着去便利店买东西吧？老张给您指几条安全靠谱的路径。第一条路是去各大城市的邮币卡市场或实体钱币店，像台北的古岭街、台中的五权路周边、高雄的盐城区等地，都有一些经营多年的老店。您可以带着实物去，请老板长眼，给您估个价。这种方式最直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当场就能拿到现金。不过，您心里要有个底，开店做生意，老板肯定需要一定的利润空间，所以他的收购价通常会比市场上的零售价，也就是他卖出去的价格低一些，这是行业常态，我们需要理解。比如市场价约2000元的硬币，他可能出1500元收购。如果您不想被压价太狠，去之前最好自己先做点功课，上网查查类似品项硬币的大致行情，心里有数，谈价时才更有底气。第二条路是利用网络平台，现在网络非常方便，像虾皮、露天拍卖这样的电商平台，或者脸书上有很多专业的钱币收藏社团，您可以申请加入，把您的硬币用手机在光线好的地方，正面、背面、边尺都拍清楚，如果有特殊瑕疵或特征，一定要给特写，然后发到群里请教大家估价，或者直接设定一个价格上架出售。网络销售的好处是，有可能直接对接终端收藏者，少了中间环节，最终成交价可能比卖给币商要高一些，但缺点是需要自己处理拍照、描述、沟通、寄送等环节，并且要提防可能的交易纠纷，比如运输损坏、买家挑剔等。如果走网络交易，对于价值较高的硬币，老张强烈建议优先选择同城当面交易，约在捷运站、便利店等公共场合，双方当面验货、付款，安全省心。第三种情况，如果您手里的硬币非同一般，比如是极其罕见的板别，品相完美的顶级状态，或者您怀疑它可能是价值很高的样币、视铸币，那么可以考虑送交专业机构评级。国际上最权威的硬币鉴定评级公司是美国的 PCGS 和 NGC， 他们会通过专业设备鉴定真伪，评估品相并给出一个分数，比如 MS65， 表示 Mint State 65分，最后将硬币密封在一个特制的透明塑料盒里，这就是评级币。有了这个国际身份证，硬币的真伪和品相有了公信力保障，其价值通常会显著提升，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更容易流通和交易。当然，评级需要支付费用和等待时间，对于普通价值的硬币可能不划算，更适合那些潜在价值较高的品种。在这个圈子里，无论是买是卖，老张都得提醒您一句，防人之心不可无。如果您去卖东西，遇到那种把您的宝贝贬得一无是处，说这不对那不对，但最后又好心的表示愿意出个很低的价格帮您处理掉的人，您就要格外警惕了，这很可能是一种压价的套路。真正的行家会客观指出硬币的优点和不足，给出符合行情的估价，所以
货比三家永远是明智的选择。反过来，如果您想买硬币入门收藏，更要小心。当前造币仿制技术较为发达，市场上仿造的硬币层出不穷，需要仔细甄别。新手千万别抱着捡大漏的心态，看到价格低的离谱的就要多问几个为什么。最好从信誉好的店家入手，或者购买那些已经封装在权威评级公司盒子里的硬币。虽然价格可能高一点，但买的是放心。咱们的养老钱、辛苦钱投进去一定要稳妥。聊了这么多实际的，老张最后还想跟大家说点心里话。其实搞钱币收藏，赚钱增值固然令人开心，但更大的乐趣在于那个寻宝的过程和触摸历史时带来的那份感动。您看那一枚小小的硬币，它可能历经了几十年的光阴，从一个人的口袋到另一个人的钱袋，它无声地见证了我们社会的变迁、经济的起落、生活的改善。每一枚老硬币背后都可能藏着一段家庭故事。也许是阿公当年辛苦一天挣回的工钱里省下的一枚，也许是阿嬷在干仔店买完针线后找回的零头。当我们拿着它跟孙辈讲述当年这一块钱能买多少东西时，就是在进行最生动的家庭历史教育和财富观念传承。这种情感的连接和记忆的延续，其价值远远超越了金钱本身。所以不管您这次翻箱倒柜的结果如何，有没有找到值钱的宝贝，都请别失望。哪怕只是找到几枚普通的旧硬币，只要您把它们收好，讲述他们的故事，您就已经留住了一段时光，珍藏了一份念想。我建议大家不妨就在这个周末，带着孩子、孙子一起来一场家庭寻宝总动员，把那些尘封已久的旧相册、旧木箱、老柜子都打开，一边整理一边发现。这不仅是寻找潜在财富的过程，更是一次温馨的家庭互动，一次对过往岁月的回顾。就算没找到珍稀钱币，翻出一些老照片、旧票证、往日书信，也足够让大家感慨回味良久。把这些老物件整理成册，标注好时间和来历，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属于您家的历史档案馆。最后，老张带大家快速回顾今天的3大目标： 1. 民国38年1949年五角银币，银白、成熟、深翠，是当下的硬通货。 2. 民国55年1966年1元纪念币，侧项备有纪念文字，属于潜力股。 3. 任何怪异、变体币、图案歪、边多肉、正反方向错，可能是惊喜彩蛋。核心原则牢记，找到后切勿清洗，用专用工具防潮收纳，拿时带手套或捏边，变现多问多看，选可靠渠道，价值高可考虑专业评级。生活处处有学问，也藏着惊喜，保持好奇与学习的心，就能在平凡中发现被忽略的美好与价值。汇点生活就是老张我用大白话与您分享生活智慧、理财门道、健康知识的地方。愿我们晚年康乐安康，心智丰盈，把日子过得多姿多彩。若觉得内容有帮助，请点个赞或分享给亲友、社区群，一起回家寻寻宝。如有发现可疑、硬币或任何问题，欢迎留言，老张很乐意提供参考建议，大家一起交流学习。我是汇点生活的张天明，关注频道，点亮铃铛，下次实用分享您就能及时收到。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下回再聊。